我是个只为战斗而生的斗宠，只要3天不战斗就会立刻死亡。可我每天躺平吃喝玩乐，却依旧丝毫无伤，以致狐妖主人给我极品零食，劝我修炼喂养，只因为我拥有万年不遇的亘古不灭体的特殊体质，就算只有一个活细胞，也能让我马上满血复活。此时我刚筑基就被狐妖强迫去参加斗宠大赛。顾方，别怪我没告诉你，这次大赛的冠军奖励可是一位美女斗宠哦，到时候你夺冠，我就允许让她和你配一个孩出来。要是没夺冠，那你就死在大赛上吧！我本想破口大骂，可看到他手上的美女投影后大惊失色。什么？这不是我的高中宿敌李慕雅吗？难道他和我一起穿越到这个妖兽世界了？我直勾勾地盯着那团投影，强压心中震惊点头。狐妖妖见我如此色迷，微微一愣：“你 TM 这么好色，不早说，白瞎我熬夜看了几百页斗宠手册，待会可要给我好好发挥，别第一回合就躺板板了。”而我依旧盯着那团投影出神。我靠，绝对不会错！他那个眼神，那个神韵，就算化成灰我都认得。更何况他身上穿的这件衣服，我高中还见过。正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更别说这是穿越异世界的再次相见。我激动地哭了出来。TM 的总算有个倒霉蛋陪自己在这变态的妖兽世界生存了。等等，不对，我好像马上要被别的斗宠打死了。我严肃起来，狐妖妖，你告诉我这次的对手都有谁？对手？我哪知道，等一会你上台自己看呗。什么？难道没有对战表吗？我此刻面色阴沉，虽然经过1年的努力，终于筑基有了点实力，但是能参加斗宠大赛的最低标准都是筑基啊，应该有吧？有你不看，你管我？信不信我现在掐死你？我缩了缩脖子，算了，跟这个千年老狐狸没什么可以说的。很快我们就来到斗宠大赛现场，主持人简单寒暄几句后，拿出了此次大赛冠军奖励。他的眼神十分惶恐的，直到看到我后，而我也直勾勾地盯着他。两人眼神对视的刹那，整个妖兽世界仿佛都被按下暂停键。是你！李慕雅颤抖地举起手指着同样被关在笼子里的我，说不出话来，而我连忙慌张比出虚的手势，但还是为时已晚。所有妖兽都注意到了李慕雅的不对劲，随后看向他指的方向。狐妖妖察觉所有目光都看向自己后，大骂：“看什么看？再看把你们眼珠子挖出来！”至此，所有人才悻悻收回目光，而我同时也松了口气。还好，5分钟后比赛便正式进入赛程。我看了眼被放在最高处的李慕雅，握紧双拳，不管于公于私，这场比赛必须获得冠军。因为这只是一个小比赛，所以赛事很简单，一共8人4组，按理来说只要打3场全赢就可以获得冠军。而我的第一个对手竟然就是个身材魁梧、浑身肌肉的男人，而浑身散发的气息显然是筑基2层。小子，我叫王霸吉，你很幸运，是我杀死的第100个斗宠。我懒得和他废话，毕竟只有一个小阶层修为的差距，还杀不死我，便直接拿出长剑，全身破绽朝他腿上刺去。没错，我的打法是只攻不防，以伤换伤，凭借亘古不灭体的特殊体质，完全可以做到无伤换血，最后活活把敌人耗死。霸吉看到我如此草率的进攻，笑出了声：“小子，再回娘胎里好好练练吧。”他看到我如此大的破绽，也不再防守，而是一拳打向我脖子处。该结束了，而我依旧不为所动，面无表情朝他刺去。两人攻击同时到达，我的脖子几乎要断开，身形朝远处摔去，而长剑也刺得他一腿废掉。最高处，李慕雅看到我的惨状后脸色发白，只有狐妖妖嘴角勾笑，这小斗宠还挺聪明。我宣布，这场比赛获胜的是……等等，我还没输。随着我脖子一顿响声，错位的骨头再次恢复，爆裂的血管重新相连，甚至更粗更有韧性。什么？你还活着？这不可能！王霸吉十分清楚自己那一拳的威力，就算不死也要重伤。可他怎么看上去一点事情也没有？百思不得其解的他丝毫没有往特殊体质上想，毕竟有特殊体质的斗宠在整个妖兽世界也不会超过1万个，哪一个不是声名赫赫、至高无上的存在？你给我死！王霸吉恼羞成怒，踉跄再次冲来，而我丝毫不畏惧，提剑刺向他的另一大腿。同样的配方，同样的结局，我死了，他的腿废了，但我立刻又活了，而且这次甚至做到了无缝连接，身体倒飞还没停下，伤势已经完好如初，就连我自己也震惊了。这 TM 不是开挂，特殊体质也强了。我提剑慢慢朝双膝跪地的王霸吉走去，脸上露出桀的笑容，高下立判。等等，我还没输，我没输！王霸吉突然大吼，他竟然单凭借大腿的力量抱起一拳轰来，可我只是稍微后退，就让他扑了个空。霸吉是吧？你可以死了！我眼神冰冷，不再废话，利用速度优势一剑朝他刺去，直到千疮百孔。斗宠大赛的比赛是没有叫停规则的，只有双方斗宠1人死亡，或者2方斗宠共同决定结束战斗才算结束。我宣布，本次比赛获胜者是狐妖妖的斗宠不妨。王霸吉的主人看到他的输得如此彻底，怒骂一声废物，直接离去。狐妖妖则狠狠亲了我一口：“不妨，你真棒。等你获得冠军，我就把那个美女斗宠交给你处理，再给你部双修功法，如何？”狐妖妖这也是第一次见识到亘古不灭体的变态能力。他看过斗宠手册，说这种天才即便身为斗宠也是有尊严有底线的，一定要给予足够的尊重，甚至当作朋友战友来对待，不然即便是死斗宠也不会为你战斗。我嫌弃地擦了擦脸上狐香的口水，算了吧，他脱光站我面前都不要。不过这个冠军我拿定了。狐妖妖听着我的话开始思考，啥情况？不方难道不是看到美女斗宠才决定参加的大赛吗？还是说他比较正人君子？但是看到被刺得千疮百孔的王霸吉，他倒吸一口凉气，呸，这不可能！他一定是在嘴硬，到时候我一个魂迷香下去，我看你上不上。狐妖妖一想着，把刚才斗宠手册上的话全忘了。我看着露出坏笑的狐妖妖，警惕打量他，这老狐狸又在想什么？很快第1轮比赛全部结束，其他获胜的3妖都对我的打法感觉诡异。狐妖妖，你的这个斗宠出不出？我要了。你想要？
对，听说你最近卡元婴很久了，我用1颗化神丹和你换如何？打发要饭的呢？滚！10颗我也不卖。狐妖妖气势突然爆发，在场所有妖都受到波及，那妖同样也不甘示弱，修为气势尽出。此时主持人及时现身，打断2妖斗法。2位，给老夫个面子，斗宠半决赛名单确定，正是你们2位对战，不如把战斗交给各自的斗宠如何？好啊，谁怕谁！狐妖妖嘴角上扬一个像素点，他没记错的话，这株米米的斗宠攻击力偏弱，持久性强，正好适合布方这种更持久的变态来对付。呵呵，一会可别跪下来求我，今天你这斗宠死定了！朱米米冷哼一声，率先来到擂台。呵呵，狐妖妖懒得理他。布方，我告诉你，一会一定要替我把他的斗宠给杀了。他的斗宠修炼的是黄级下品功法太空步，鬼魅至极。虽然你还没有修炼功法，但是凭借不死不灭的特殊体质，完全可以耗死他。记住了吗？我认真点点头，一定斩杀，还要彻底折磨他，让那臭猪只能在场外看着我狠狠羞辱他的斗宠。狐妖妖听到这会心一笑。对了，告诉一个八卦，这个你的对手可不只是朱米米的斗宠哦，还是他刚结婚半年的妻子，而且还上过妖界快报。据说晚上房间里经常传来痛苦的女声呻吟，是个出了名的变态。我愣住了，不是，什么情况？一个元婴期修士把斗宠当妻子，每天夜里还会传来神秘呻吟，他们体型差这么大是怎么做到的？我啧啧称奇。要知道修为没有达到化神的妖兽可不能化形的。那这么说，我杀了他的斗宠还是帮助他解脱了？不，你又错了。妖界秘文上说那株米米的斗宠也很奇怪，对于他的介绍只有一个看不懂的字母。狐妖妖说着用手给我比划了一下，据说是他那个世界的一种精神文化。我轻咳一声，这个我懂了。狐妖妖见我反应来了兴致，你懂？这是什么意思？正当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时，主持人赶来催促我们准备战斗。2位，快上场吧！半决赛赛场上，我看着眼前的这位男性妻子再次呆住，同时世界观也在快速崩塌重建。我的发，还有第2关。此时那边阴柔的声音响起：臭弟弟，区区练气1层就敢来参加斗宠大赛？我家主人特地告诉我要慢慢折磨你，让你主子看着你。看招！我没和他废话，直接提剑冲了上去，什么折磨战术全部抛之脑后。现在我只想快点把这坨恶心会说话的屎给铲飞。呵呵，弟弟你可真着急。男人踮起脚尖，轻盈一跃，轻松躲开我的攻击。不对，怎么这么快？狐妖妖这时也大吃一惊，坏了，他的太空步修炼到小成了。狐妖妖立刻大喊：布方，全力进攻！朱米米冷哼一笑，臭狐狸，现在知道急了，给我当小房，我就考虑放了他如何？滚，你个臭猪！赛场上我听到狐妖妖急切的声音，更意识到不对劲，这种速度完全不是我可以跟上的，更别说以伤换伤了。看来只能拼耐力了，看谁的灵气先枯竭，看谁的体力更持久。想着我一把丢掉长剑，全速朝他奔去。有本事别跑！远处的男人看我连武器都不要了，更加胜券在握。他保持一个长剑的距离，时不时划我一道口子，而我则表现一副重伤痛苦的表情，但速度却丝毫不减。虽然亘古不灭体可以极大减轻疼痛的感觉，但伤势重了还是很痛啊。那个男人见我如此痛苦，开怀大笑，死在我太空部下也算你荣幸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臭狐狸，你看看你的斗宠多狼狈，和你现在的表情一模一样。狐妖妖浑身颤抖，一言不发。他现在真的慌了，万万没想到对面竟然修炼这么快。布方，你可不能死啊！我的未来，我的自由，全靠你了。希望传说的特殊体质可以更强一些。很快10分钟过去，哈哈哈哈！男人这时有些笑不动了，这家伙怎么还在冲？又过了10分钟，我的灵力彻底枯竭，没了灵力的加持，速度大减，全靠体力冲锋。哈哈哈哈哈！你终于要撑不住了吗？又过了10分钟，男人彻底慌了，他的灵气已经枯竭了，没了灵力就没办法用功法。两人的速度一样了，甚至布方还要更快。你别过来！男人看着还在冲锋的布方，眼神从慌张变成恐惧。我气喘吁吁把他踹倒在地，用力把他踩住。砍了我30分钟爽吗？男人愣了片刻，下意识点头，然后疯狂摇头。不爽，一点都不爽。我听着他的话，狠狠一拳打在他脸上，顿时他发出奇怪的阴柔呻吟声。我靠！我反应过来，夺过他的剑，迅速一剑封手。这尼玛还触发属性了，离谱！我宣布，本场半决赛获胜者为狐妖妖的斗宠。狐妖妖高兴跳了起来，他看着面色铁青的朱米米，一脸得意。朱米米，你老婆死了，你这半年的心血又没了，哈哈哈哈！你给我等着！朱米米留下一句狠话，愤恨离去。狐妖妖看着因为自己判断失误而浑身鲜血的布方，有些心疼。犹豫片刻，他开口：布方，对不起，要不然我们弃权吧，我不想让你死在战场上。回去别每天钓鱼，也别在丫鬟的裙底遮阳了，我们好好修炼行吗？此时高台上的李木雅正为布方赢了开心，立马不笑了。啊，不比赛了，别啊，再比一场啊，一定要把我赢回去啊，混蛋布方！他求助看向布方，可布方没有看他。别，可别乱说啊，什么叫我在丫鬟裙底遮阳？嗨，不过这个比赛嘛，还是要参加的。狐妖妖转头看向高台上的那个斗宠，这小布方果然还是好色嘛，还不承认，原来是个闷骚型斗宠。好，那就战斗。决赛的对手是一个全身蒙面的家伙，狐妖妖总觉得对方有种熟悉的，但是他的斗宠自己又没见过，索性也不再思考。布方，这个人的斗宠是个全能型的，啥都会一点，只是1对1的话他肯定打不过你，但是他主人的指挥能力很强，一定要小心。我认真点点头。斗宠大赛看的可不仅仅是斗宠的实力，更重要的还是斗宠主人对斗宠功法等各方面的了解。优秀的斗宠者往往能凭借高修为的实力经验和毒辣的眼光，及时发现对方斗宠的弱点，从而实现越阶战斗和反败为胜。这也是为什么斗宠大赛能让全妖界钟爱的原因。第3场比赛正式开始，请参赛选手入场。预备阶段，蒙面妖嘿嘿一笑：狐妖妖，还认识我吗？你是青欢欢？嘿嘿，对。什么？狐妖妖彻底懵了。放心，我不是你爸爸派来的，
相反，我也是逃出来的，只不过我们竟然心有灵犀逃到了一个地方。还有，我真受不了你那未婚夫龙角角了，眼看你跑了，结果又来骚扰我家，非得让我来当他老婆。我老爸又得罪不起对方，只好托人让我连夜逃离西海城。胡夭夭猛猛点头，刚想说什么又被清欢欢打断。对了，我出走前听说你家里遭受报复了，我还是劝你早点回家吧，不然你家族可抵挡不住龙家的怒火。龙家曾发话，最迟200年要让你家彻底消失。胡夭夭沉默了。200年这么短的吗？两位，你们还打不打？主持人忍不住了，打断两人的酗酒。打，为什么不打？好，比赛正式开始。此时我在场内和对方大眼瞪小眼，在听到比赛开始后，还是依照原先的战术准备耗死对方，但对方似乎是早有准备一样，竟然拿出了一双鞋子穿上，同时给鞋子按上了一枚极品灵石，顿时口中大喊急如风，速度瞬间快了3倍不止。我的发，这是什么操作？胡夭夭也没告诉我斗宠除了修炼功法还有专门战斗的装备啊！我怒骂一声，装备佬，有本事脱了鞋和我打！可对方只是对我邪恶一笑，有本事追上我亲自把我的鞋脱了。此时场外的胡夭夭再次懵逼了，秦欢欢，你这是把你家宝库的装备偷出来了？斗宠装备因为斗宠个头的原因，制作难度比做普通的妖兽装备是呈几何性增长的，而且对于家族实力增长没有丝毫的帮助，所以斗宠装备一直都是妖界的一种奢侈品，就算在大家族里这种装备也不多见。秦欢欢摇摇头，这是我老爸给我的，嘿嘿，厉害吧？厉害，不过我的布方可是打不死的小强，只凭借速度优势根本不可能战胜他。但是我的斗宠青阴影身上可是有10几块极品灵石，完全可以打几个小时。赛场上很快半小时过去，我此刻灵力早已枯竭。小子，我家主人早就告诉过我你的弱点了，就是速度太差，甚至连一本步法类的功法都没有修炼，这在我面前可不就是活活的靶子吗？青阴影哈哈大笑，随后开始拿出剑来再次用力戳，而我心静如水，闭上了眼，因为刚刚被戳了半个小时，现在全身莫名的发烫，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量喷涌而出而无处发泄，正好青阴影的剑伤可以帮我快速消耗这股能量，于是青阴影每戳一个伤口，我便能快速愈合。又过了半小时，我似乎突破了，不是修为上的突破，而是体质的突破。我睁开眼看着活动手臂的青盈盈，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青盈盈立马后退，眼神犀利。你修炼的斑血术突破了。斑血术是目前妖界唯一一本适合体修的功法。我点点头，你怕了？他没有说话，只是又拿出5颗灵石，哈哈大笑。你说呢？打得到我吗？那试试看。1小时后，青盈盈破口大骂：我靠你个变态！难道你斑血术大成了？怎么还能打？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战斗，赛场上已经被暗红色鲜血覆盖每一个角落，可布方就像没事人一样还在冲，可他的灵石马上就不够用了。就在这时，主持人这时紧急叫停，比赛暂停。由于比赛时间已经超过赛制规定的时间，在此我宣布2位斗宠者共同获得第1名。胡夭夭这时急了，凭什么？我们马上就要赢了，为什么结束了？而且第1名的奖励可是1名斗宠，难道1人1半吗？阿赖，李木雅听着这句话浑身打了个哆嗦。比赛规定就是规定，至于怎么分配奖励那就不归我管了。比赛结束，我下班了，各位，拜拜。我靠，好了，胡夭夭别生气了，没想到你这个斗宠竟然这么厉害，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这场比赛的冠军我就让给你了，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胡夭夭有些不解，从小一起玩到大的他还是第一次见对方让步。嘿嘿，和我一起参加灭神宫的双人斗宠大赛。灭神宫？对，就是和你未婚夫龙角角家族一个体量的敌对势力，只要我们赢得了冠军，龙角角家族肯定不会轻易对我们家族下手了，因为第1名的奖励是获得灭神宫合体期大长老的一次出手机会。什么？合体期？胡夭夭彻底震惊，而我也同样如此。现在我才筑基啊，嘿嘿，你出逃了300年，恐怕还不知道现在斗宠大赛有多么火爆，在西海域甚至到了人人疯狂的地步，每天妖界快报都要爆出几位公子哥偷家里宝库用来购买斗宠和斗宠装备的，甚至不少年轻妖兽选择拜师宗门，都要看哪家的斗宠名气和实力排行。官方也正式承认斗宠文化已经成为大家族必争的软实力代表。胡夭夭听得一愣一愣的，外面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了吗？我也听得一愣一愣的，熟读历史的我知道这恐怕是一种实力极其繁荣所带来的文化繁荣。我看向正在看自己的胡夭夭点点头，经过这么3场战斗，我对自己的亘古不灭体有了初步了解，或许我真的是个天才，那赶上这么个盛世，当然要去见识见识。清欢欢见此把李木雅递了过来，她此时感动哭了，以为不方是因为她才答应自己去参加危险重重的斗宠大赛，难道高中时候我错怪她了？和我对着干，难道是她喜欢我，想吸引我的注意？不方，我太爱你了，说着就扑了过来，而我一脚把她踹飞。滚！为了活命竟然连喜欢我都说得出来了，你太没有骨气了，我鄙视你。清欢欢、金莹莹和胡夭夭集体愣住，坏了，没想到不方不仅是闷骚型，还是个大直男，这么漂亮的美女投怀送抱直接踢飞了，看来还得看你主人的迷魂香啊。我是个只为战斗而生的斗宠，只要3天不战斗就会立刻死亡，可我每天躺平吃喝玩乐却依旧丝毫无伤，只因为我拥有万年不遇的亘古不灭体的特殊体质，就算只有一个活细胞也能让我马上满血复活。胡夭夭院落内，我看着被踢晕的李木雅愣神，他作为冠军奖励有什么特殊能力？和我既然都是蓝星来的，那我拥有亘古不灭体的特殊体质，恐怕臭哑婆的天赋也不会很差吧？不行，我要赶快修炼，要是以后打不过他，我的幸福生活不一眼望到头了。而这一幕正巧被夜晚路过的胡夭夭看到，守着这么个昏睡的美人都不下咸猪手，我明明都告诉不方任他处置了，难道他喜欢男人？呸呸呸！
白瞎了我一片好心啊！狐妖妖边说边摇头，同时从手里拿出一根神秘条状物品。不行，不方这么优秀的斗宠基因必须传承下来。随后他在窗户纸上戳了一个洞，把迷魂香伸了进去，然后心情激动地朝屋子内偷窥。而此时我正在感受亘古不灭体第2层所带来的实力提升，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恢复能力再次提高，但还没有达到断臂再生的程度。其次就是体力力量突破上限。此时我感受到自己下肢不受控制，伴随着肿大开始僵硬。什么情况？难道亘古不灭体还和纯阳圣体有关系？算了，专心修炼，感受身体的变化。半小时后，浑身发烫的我终于察觉不对劲，而且还听到了李木雅的哼声。坏了！李木雅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得嘲笑我一辈子。可我半刚起身就慌忙捂上眼睛。我靠！臭哑婆怎么把衣服脱了？我跌跌绊绊朝门口冲过去，想要叫狐妖妖来看看咋回事。着急的我完全没有往迷魂香这种事情上思考。可狐妖妖怎么可能轻易让我离开充满迷魂香的小屋子？她笑嘻嘻的施展数十道封印，把门窗全部固定。我眼见一个小木门竟然打不开也撞不开，意识到是有妖在搞鬼。狐妖妖，你什么意思？给我下药！面对我的质问却没有丝毫回应。而这时李木雅不知道怎么突然就醒了，她半穿着衣服一步步朝布方的身影靠近，眼睛死死盯着布方。我好热，我好难受，救救我！我是不是快要死了？说完，李木雅直接扑到布方身上，而我尽量用2只手托住她。坏了，听说有的情药不解决的话，真的会死人的。狐妖妖应该没这么狠吧？我此刻陷入两难境界，这可是自己的高中同桌死敌啊！但是不救的话，那他会死呢。狐妖妖此时眼睛直冒小星星。对，就这样，上，给我上啊！扑倒他！而我对此一无所知。我靠，狐妖妖，你给我等着！敢捉弄我！我决定了，还是救人要紧。于是我抱起他往床边走去，同时制止他不安分的小手。可就在快放下的一瞬间，他突然眼神直勾勾的盯住，然后惊恐大叫：不放！你在干什么？混蛋不放！你还我清白！此时李木雅哭泣蜷缩在被子里，恨恨看着我，而我只能半弓着身子尴尬解释：哎，你信我，我还没对你干什么呢，我是为了救，那你还是想对我干什么，对不对？我语塞了，不是，什么情况？他怎么突然恢复了？此时屋外偷窥的狐妖妖满脸懊恼的看着这一幕，我丢，买到假药了，怎么关键时候掉链子？马上就进入付费内容了啊！喂，不是，我是准备救你啊！李木雅看着半弓身子的我，突然破涕为笑。好了，我不怪你了，不过既然你看光我了，那你就得负责。什么？我呆住了。负责？负什么责？你混账！刚刚我上半身都真空被你抱在怀里了，你敢说你没看着没碰到？而且这还是我醒着的时候，我没醒的时候还不知道你干什么了呢。还有，你一身牛劲把我一个弱女子踢晕，我还没找你算账呢。我听着李木雅的话一阵头疼，这娘们什么情况？赖上我了。虽然知道自己真理亏，但是咱也不能真吃亏啊。于是我稍微整理了一下思路，开始反击。臭哑婆，我踢你还不是因为你自己非要贴过来，不然我能应激踢你不成？还有，你这衣服可是你自己脱的，你还没赔我精神损失费呢。精神损失费？不方你看我长得像精神损失费吗？李木雅被气得浑身颤抖，于是突然张大嘴巴咬了过来。我靠，你属狗的！我灵活躲开的同时，双手掐诀把他的嘴巴封住。嘿嘿，臭哑婆，你现在还没修为，就好好闭嘴吧。李木雅见动弹不得，转头偷偷哭了起来，而我则是挠挠头，苦肉计没用。狐妖妖看到这眉头紧皱，这个不方的情商呢？人家小姑娘明显是对你有点意思啊。啧，真操心。对了，这个斗宠李木雅精神力很强啊，竟然能从迷魂香里清醒过来，难道也是特殊体质？第二天，经过我昨晚和李木雅促膝长谈，她对这个世界有了初步认知。这时听到狐妖妖来到房间，我立马冲上前去。狐妖妖，昨天是不是你搞的鬼？什么？昨天我早就睡觉去了，你还说没有？原因哪里还需要睡觉的？撒谎都不会撒。狐妖妖见被识破，脸不红心不跳。对了，你木雅小妹妹呢？我来看看她有没有修炼天赋。天赋石我都拿来了。我转头指向床边被封住嘴巴的李木雅，狐妖妖随手一挥，禁制解除。下一面李木雅就慌忙跑到我身后，浑身发抖，紧张兮兮的看着这个脑袋上长着2个耳朵的狐狸。这时我好像意识到自己似乎是李木雅在这个世界唯一可以信任的人了。想想自己刚来这个世界的惨样，我心疼，看向她，也看向曾经的那个自己。还记得当初自己还是躲在床底下来着。臭哑婆，你放心，这个狐狸不会害我们的，相反还会帮助你修行成为仙女。狐妖妖这时有些尴尬，虽然斗宠手册上说没必要花费时间和斗宠建立感情，因为说不定哪场比赛就被别的斗宠杀死了，但是我这2个斗宠都不是一般的斗宠啊，而想要和斗宠建立感情，最简单的就是无条件对他好。于是狐妖妖拿出了10枚极品灵石，想着斗宠手册的模板话术开口：木雅你好，我叫狐妖妖，以后你和不方一样都是我的斗宠了，这10枚极品灵石是我的见面礼，希望以后我们可以和平相处，一起变强。李木雅紧张兮兮求助看向我，我朝她点点头，没事，去吧，如果她都保护不了我们，那也没人可以保护我们了。李木雅认真点头，深吸一口气，慢慢上前，这是天赋石，把手放上去就好了。李木雅闭上眼睛，手放到天赋石的刹那，瞬间爆发5种色光，五行废灵根，和我一样。李木雅听我一说，眼神立刻暗淡，没有天赋，那我作为斗宠不就没有用了吗？狐妖妖察觉到李木雅的情绪，别急，虽然你的修炼天赋和不方一样垃圾，但是精神力应该不错，别动，我到你识海探查一下。1分钟后，狐妖妖两眼惊喜，木雅，你和不方真是2个特殊斗宠啊！虽然同样五行废灵根没有修炼天赋，但不方拥有亘古不灭体是体修路子，而你精神力是别人100倍不止，可以走神通路子。神通路子，对，目前绝大多数修士都是靠着灵力来修行的，随着修为的提高，肉体和精神力也会伴随着提高一点，而神通不依靠肉体，不依靠大量灵力，
全靠强大的精神力感悟的天地规则配合刻画各种阵法施展。我点点头，对着还有些懵的李木雅用他最喜欢的王者来解释：我是肉盾战士，你是法师刺客。我懂了，那我也很厉害了。对，大后期职业吧，前期还得靠我。李木雅连连点头。胡夭夭听着两个斗宠谈话，肉盾战士、法师刺客，这是斗宠语言吗？好了，木雅，这本书包含所有筑基期修为以下的常用神通，如果你天赋异禀，也可以优化融合甚至自创神通。不妨你的亘古不灭体就用斑血术来掩盖吧，能低调就低调。等明天我们就跟着清欢欢一起去灭神山参加大赛，顺便给你们一人配一个装备。当第二天清欢欢两人得知木雅竟是罕见的五行废灵根，却拥有逆天精神力后，足足愣了10秒。等等，你是说他是废灵根，但是精神力竟然是普通斗宠的100倍？我能不能说我后悔了？此时清欢欢彻底麻了，这种斗宠是真正的可遇不可求的，再加上现在斗宠文化的流行，甚至这一个斗宠就可以左右一个家族的命运。嗨嗨，后悔也没用，我都契约了，哈哈哈哈！清欢欢不甘3秒后无奈摇头，好吧，便宜你了，走走走，我带你去选装备。数日后，两妖来到灭神山最大的一个斗宠商店内，我看着琳琅满目的装备，眼睛都花了。我靠，这么多装备！又看了看价格，100极品灵石，500极品灵石，其中最中间的那双鞋子竟然价值2000灵石。此时木雅正被其中一个绚丽的大翅膀吸引，不妨你看看这个好漂亮，粉色的爱，而且它叫粉色宝宝，我想要这个。胡夭夭此时走了过来，这个翅膀不错。然后又看了看刚才不妨看的那双2000灵石的鞋子，风灵靴，这个鞋子也不错，都是速度类的装备，很适合你们。木雅，那双鞋子就归你了，这样你的速度至少在线。至于铠甲，有不妨吗？不妨，这个粉色宝宝就给你吧。这个虽然速度没有那双鞋子快，但是对你来说也够用了。我愣住了，什么？你说让我用这个粉色宝宝？这不是女人用的吗？让我穿着去战斗，这不搞笑呢？哈哈哈哈，这不好吗？正好笑死对面，哈哈哈哈！我无语了。但是又看了看其他装备，发现确实胡夭夭的安排最合理。好了好了，我偷偷跑出来这么久，小金库就这么多，等我回家族后把你们的装备都配全好吗？胡夭夭第一次商量的口吻和两人对话，来到这里后，他彻底见识到斗宠文化到底有多繁荣。恐怕比赛的时候其他斗宠都是满装备吧？这样一说，挺对不起不方和木雅的，因为自己没钱就让他们承担更多的死亡风险。胡夭夭，我装备选好了，你看看那是谁？朱米米，他也来参加灭神宫的双人斗宠大赛。他旁边那个人好像是之前很出名的斗宠大师蛇酷酷。胡夭夭摇摇头，别管他，我们走，到时候碰到了再收拾他。结账后我们回到房间，我看着自己手中的粉红宝宝苦笑不得。木雅此时正在憋笑，不方，你穿着绝对好看，笑你雷霆。我转头拿出这次大赛的宣传单看了起来，双人斗宠大赛比赛制度竟然是2位斗宠师共选择至多2只斗宠参加战斗，分炼器、筑基、金丹3种场次，以斗宠最高修为为主，而我要参加的肯定就是筑基场次的。合体期长老出手一次的机会正是筑基期的第1名奖励。木雅此时皱起眉头，可是我才炼气1层啊，还是吃药上来的，真的能打过筑基期的他们吗？胡夭夭不一定让你参加筑基期，也可能让我和青隐隐参加筑基，你自己参加炼气。我说着也没有底气，他一个人参加炼气战斗能行吗？别第1回合就嘎掉了，这可是我在异世界唯一的老乡啊！以你精神力强过同阶100倍的差距，只要不被近身，那可以做到秒杀吧？那个狐狸是说可以秒杀，那应该问题不大。以他1000年老狐狸的见识，肯定比我们要好。听他的准备错。等到比赛正式开始这天，此时胡夭夭和清欢欢正愁眉苦脸看着从天而降的龙角角。我靠，你看到没？龙角角也来了，这不废话吗？这么大的妖我咋看不见？难道就不怕灭神宫的人杀掉他？要知道灭神宫和神龙殿可是死敌啊！一个神龙殿少主竟然冒着危险来参加灭神宫的双人斗宠大赛，就单纯想要羞辱恶心灭神宫。胡夭夭此时连连摇头，他来这里肯定还有更大的阴谋，他想不明白，干脆就不想了。况且灭神宫肯定不会让他夺得冠军的。至于他的斗宠是筑基还是金丹，等比赛自然见分晓。我和李木雅此时双双愣神，看着远处的男人略带惊讶，这人就是胡夭夭的前未婚夫，看着很像反派啊，只是不知道有没有主角。说着我扫视四周，竟然还真的在发现一个戴帽子的妖，而且他的斗宠竟然是一个看着5、6岁的小孩。臭哑婆，你快看，那像不像小说中的男主？穿一身黑衣在角落里观察着这一切，尤其是他那斗宠竟然是一个4、5岁的小孩，这能有什么战斗力？如果比赛遇到他，咱一定要小心。好，比赛我就有多快跑多快，躲在你身后。对，先保命，然后把你昨晚研究的神通用出来，一定能赢。经过昨晚胡夭夭和清欢欢的交谈，他们2个一致决定让不方修为降低至炼气期，因为不方亘古不灭的特殊体质的原因，这次强行降低修为，甚至对他又是一次炼体。2人合作一同拿下炼气期的冠军，这避开龙角角的同时，还能最大概率获得冠军。只要获得冠军，就算得到灭神宫的庇护，同样可以达到当初的目的。胡夭夭此时走过来，不方，我们的战略特别简单，你就尽力拖住对面2个，木雅就蓄力他的很普通水剑，至于青隐隐和我们俩，主要就给你们加油了。放心，有我在，没意外。龙角角高调出场后，很快就被裁判维持住秩序。各位，比赛马上开始。由于炼气期选手过多，本次赛程安排稍作调整。第1场采用21组的千组混战，前10组继续比赛。第2场为4人1组的是50组混战，前3组继续比赛。第3场后开始2v2淘汰制。什么？此时我蒙住了，炼气期的人怎么这么多？
难道都和胡夭夭想的一样，都想当聪明人，结果发现全是聪明人是吧？胡夭夭和清欢欢此时面色难看，盯着刚刚显现的赛制表，差点瘫坐地上。龙角角竟然也是参加的练气期的比赛，我同时看过去，仔细查看过后松了口气，还好，第一组和龙角角分到了同一个组。木雅也连连点头，而且那个神秘人也在我们组，第一场应该不会失败。胡夭夭和清欢欢叹了口气，哪有这么容易？你们没发现对面那组很多灭神宫附属势力的选手吗？恐怕灭神宫的妖想要在第一回合就合力把龙角角淘汰。我和木雅听完倒吸一口凉气，这黑手，我要验牌。算了，现在说什么也晚了，等比赛开始不行就和龙角角合作吧。说完，他看向龙角角的方向，龙角角也回头也看向他，眼中闪过一丝惊奇，又看到清欢欢后没忍住冷哼一声，随后瞬间来到胡夭夭两人身旁。哎呦，意外收获啊！两位老婆，你知道我想法，你们想疯了吗？没想到你们也来参加灭神宫的斗宠大赛啊！是不是想要获得冠军后摆脱我的控制？你滚！你来参加灭神宫的斗宠大赛干什么？有什么目的？就不怕灭神宫替天行道吗？龙角角没有回答，只是让我们等着。很快比赛正式开始，练气期所有人都被随机传送到一个巨大的森林中，随手杀死旁边的一个陌生人后，我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和李木雅会合。我和李木雅会合后一路晋级，经过1年的战斗后，终于来到决赛。而决赛的对手正是练气1号和那个小孩木雅。练气1号攻击势大力沉，完全不用担心我替你挡住。那隐蔽小孩速度极快，我拿他真没办法。不过好在你有风灵靴，只要小心他大概率一招杀不死你。胡夭夭此时也点点头，对，真不行咱采用1对1的战术，不妨你把你的粉色宝宝给木雅，这样你专心骚扰练气1号，防止他用出大范围的攻击招式，木雅则不断施展高威力神通来逐个击破。我点点头，这也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我们按照胡夭夭的想法备战决赛。经过这1年的战斗，李木雅已经成功来到练气9重巅峰，掌握的神通没有800也有1000了。而我经过胡夭夭和他老爹的神秘改造，全身强度更是达到一种逆天的境界。胡夭夭凭借我们2个奇特斗宠彻底闻名妖界，所以即使这次没有拿到冠军，龙角角也奈何不了他们一丝一毫。只不过唯一让胡夭夭担心的就是龙角角来参加比赛的目的。没错，这1年来的比赛，龙角角实在太乖了，完全没有搞任何事情。灭神宫官方这1年也是急得不行，他们实在想不通到底哪里有问题。很快决赛正式开始，李木雅凭借2个速度装备、风属性神通、分身神通的加持，成功让他们2个摸不到头脑，只能看到火与雷电从天而降。而我的手臂再生能力已经达到扔出一个手臂后，手臂瞬间恢复，同时扔出去的手臂在空中也能长成一个完整的我。只不过战力只有本体的1/10，不可再生思维简单。不过好在本体我的手臂是无限的。战斗刚开始没多久，半个场上已经密密麻麻挤满了，10分钟时场上已经是人挤人的状态，就连那隐蔽小孩也因为没有落脚的地方被我的分身抓住脚踝压在身下。半个小时比赛结束，场上血肉横生，看起来血腥至极。裁判宣布比赛结果后，全场观众同时欢呼。胡夭夭也暗暗点头，只要没有传说中的邪修，我的布方就是无敌的。只可惜青隐隐刚刚因为家里急令已经提前回去了。我出来后看向远处的龙角角，发现他并没有伤心，而那小孩的主人黑衣人也不知所踪。不对劲，胡夭夭，清欢欢呢？他刚刚才回家族，什么？他回去了？我此时愣在原地，熟读上千小时小说的我明显意识到不对劲，这明明就是提前收到消息跑路了。胡夭夭，木雅，我们也走，这冠军奖励不要了，现在立刻就走。我还没说完，突然万里无云的天空阴了下来，灭神宫的护山大阵同时开启，远处传来龙角角的桀桀笑声。桀，现在想跑，你们觉得能跑掉吗？护山大阵已开，你们所有妖都将成为无主的奴隶。无主，伟大的天魔，龙角角，请您降临妖界。我的发！我看着浑身发红的龙角角，头皮发麻。他这个台词难道已经叛变妖族了吗？域外天魔，混账！胡夭夭此时也反应过来，神龙殿为了铲除灭神宫，竟然和域外天魔勾结，甚至放弃了龙角角这位少主来当天魔降临妖界的影子。木雅此时害怕极了，他看着不断撞击结界想要逃离的妖兽，紧紧贴着不放。不放，这是怎么了？我此时也有气无力。目前自己和木雅的实力最多也到元婴初期，胡夭夭也仅仅是元婴后期。从龙角角不断攀升的气势来说，这至少有化神后期，甚至炼虚了吧，完全不是他们这个等级可以碰瓷的。不放，你和木雅先躲到我袖子里，逃不逃得出去另说，你千万不能被域外天魔注意到。我怀疑域外天魔就是冲你来的。胡夭夭劲皱眉头，立刻带着我和木雅朝远处遁去。朝我？对，传说域外天魔极其喜爱修仙者的血肉，很久之前，妖界还不叫妖界，叫神人界。那时候整片天地都被无数强大的神人统治，而域外天魔正喜欢他们的神人血肉，于是疯狂的入侵。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大战，神人几乎全部战死，被捕获的神人也自爆而死。之后几万年后，妖兽一族才得以壮大，慢慢成为这片天地的新主人。而你们斗宠可以修炼神人的功法，应该和神人关系很大。我听着暗暗点头，原来妖界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域外天魔不也召唤斗宠培养斗宠？现在的斗宠应该没有那么真烈了吧？胡夭夭摇摇头，谁知道呢？我只知道这么多，也有可能已经暗中培养了，不然这几万年域外天魔怎么丝毫对妖界不感兴趣？我陷入沉思，想起1年前第一次见龙角角的眼神，后背发凉。就在龙角角的气势压得所有人快喘不过来气势，一道苍老的声音突然从灭神宫内传出，放肆！如其一同出现的还有一支金色羽箭，直冲冲射向龙角角。啊！你混账！可恶的妖族！当
念无主替你们杀掉所有奴役挤压你们的神人，你们竟然不但不感恩戴德，还要反目成仇，低贱的种族，你们罪该万死！此时远处手拿神兵弓箭的宗主瞳孔震惊，这都没死，这可是他的全力一击啊！化神后期的宗主气势突然大增，隐隐迈入半步炼虚的境界。域外天魔，去死吧！此时强行提升到半步炼虚境界的灭神宫公主发出最强一击，再次一箭狠狠射向龙角角。只不过这次他已经有了防备，身形稍微一侧，拿出一个黑色盾牌，轻松挡下。结，小子，当初老子和神人大战的时候，你还是个小蝌蚪呢！贱妖们，你们有谁发现有个叫不方的斗宠，上交活的饶你们一命，不然等我彻底降临，你们所有妖都要死！胡夭夭摇摇头，完了，没救了，这个域外天魔太强了，而且他就是冲着我们来的。胡夭夭此时浑身颤抖，拿出一张金色符箓，表情严肃。不方，这个万里血遁符给你用，只有你逃出去了，我们所有人才不会死。什么？我愣住了。对，这个血遁符只能够一人使用，是当初我爷爷临终时赠予我的保命符。这个域外天魔冲你来的，只有你活着，我作为你的主人自然不会死，木雅自然也不会死。如果你被抓了，那域外天魔为了防止我和木雅自爆，肯定要把我们控制起来。快，等他降临神时看到你，我们都要死。我看了眼木雅，木雅不知何时已经泪流满面，没想到这种小说剧情居然会发生到我身上。我冷笑一声，挣扎片刻后点点头，这确实是目前的最优解。好，我眼神坚定看向他们。经过这一年的相处，不知不觉三人已经有了特殊的深厚感情。木雅，以后好好修炼，等我回来打不过我你就完了。胡夭夭，以后交友要谨慎，别再被骗了。木雅，胡夭夭，等我回来。不方，好好活着。不方，我等你回来。上级龙角角为了对付灭神宫，竟然以身为引召唤域外天魔降临妖界。就当灭神宫老祖身受重伤，且我即将捏爆那张金色万里血遁符逃命时，天地突然再次剧烈颤动，出现无数光电击穿灭神宫腹中大阵，把龙角角团团围住。这难道是雷电坤王？大成后期修为妖界三大强者之一，而龙角角现在最强也就炼虚期。此时所有人都懵了，雷电坤王，妖界三大顶尖强者之一，渡劫大成第5层强者，他怎么会在这？这真的是雷电坤王？太好了，我们不用跑了，有坤坤在，我们必定安全了。嘘，你小声点，敢叫雷电坤王坤坤，你不要命了？我听说坤王之前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极其讨厌这个称呼，你消息落后了吧？现在坤坤已经默许我们了，我们是真爱真的崇拜。就在大家讨论之际，龙角角此时面露恐色，没想到你来得挺快啊，坤子，我和你做笔交易，帮我找出一个斗宠，让我抓住他，1000年之内我绝不踏足妖界，如何？雷电坤王在天穹之上心中一惊，他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心眼比菊花眼还小的天魔七竟然会为了一只斗宠这么说，那他雷电坤王自然更不可能答应。一声长鸣伴随着数千米的滚雷落下，龙角角直接飞灰烟灭，天魔七降临媒介失效，也在缓缓消失。雷电坤王，你给我等着，我一定会回来的。对此他只是冷冷一笑，快点回来吧，好久没吃天魔星了。在众妖的欢呼中，数万米的雷电坤王化成人形下落。1个时辰后，密室，我被雷电坤王强行拖在手掌上仔细端详，只见他手指突然轻轻一弹，我的一条胳膊瞬间飞出，同时本体的胳膊瞬间长出，而飞远的胳膊也在空中凝聚成一个分身。随即坤王露出狐疑的声音，面色凝重看向我，有趣的小家伙，亘古不灭体竟然再次现世。不过这种强大的再生能力恐怕会招惹无数天魔强行降临妖界来抓你啊！你知道你会为妖界带来何种恐怖的损失吗？你知不知道天魔对于你们的肉可是痴迷无比，甚至就连部分妖界妖兽也对你们痴迷。要不是有妖界律法，你们别说战斗斗宠了，直接就变成滑嫩可口的肉虫。他说着嘴角勾起，盯着李木雅耸了耸肩。对了，你的精神力也很强，真是2个变态。至于你胡夭夭是吧？很垃圾的天赋。我活动了下手臂，对他没有任何不满。面对妖界大能，只能温和讲嘴皮子。于是我们2人纷纷朝这位妖界大能行礼，同时用眼神示意了一下李木雅。听这个坤王的意思，我的亘古不灭体在他眼里也很稀有。前辈，多谢前辈救命之恩。我知道我的特殊，我既然会让天魔不惜代价降临妖界，那也意味着我有着同等价值。不如前辈保护我们成长起来，我们一起对抗天魔如何？坤王听到我的话笑出了声，显然对我的兴趣更大了。这个不方斗宠还真是不一样。他想着，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利用上古秘术强行把2人和胡夭夭的平行契约解除，没有了修为上的限制，他们2个斗宠的天赋或许真的可以改变妖界。等解决了域外天魔，再把他们2个一口吃掉。于是他准备答应他，好啊，不过带你们2个可以，带他不行，浪费我资源。随着他声音落下，我心中大喜。等等，他这个意思是有解决斗宠无法突破主人修为的方法，但我表面立刻假装反驳，不行，好了，别说了，胡夭夭天赋有限，就此作罢。胡夭夭，我传你一套秘术，可帮你和他们2人解除契约。解除契约后，我正式对外宣布你家族是我护着。随后又发出2枚亮光没入我和李木雅体内，这是我的一道神魂，遇到危险可保你们一命。我对此自然是满意极了，虽然无时无刻都在被他监视一举一动，但是搭上了雷电坤王这个顶级大佬，不仅胡夭夭可以无忧无虑了，我和李木雅的实力也会飞快进步。等实力达到妖界顶尖水平，说不定就可以找到回地球的方法。只是我朝李木雅看去，发现她似乎有些不舍。胡夭夭没有拒绝的想法，这条件对她来说也没有拒绝的道理，更何况不方和木雅也能有更好的发展，于是便同意了。1个时辰后，3方站起，好了，跟我前往我的住所大雷居吧。